就在全世界热议后中共时代之际，自我革命再度成了中共党媒的高调宣传。自我革命是党魁习近平保党的秘方，是他自认为可以跳出政权周期性的一个办法，想用不停不休的清洗和反腐运动给中共保鲜。然而，中共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时刻，维持政权的一切都在解体。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大有星火燎原的势头。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月音。中共官媒央广网8月7号推出系列报道第1篇，主题落在习近平的自我革命上，吹嘘中共是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所以要把自我革命这根弦绷得更紧，并声称今年以来习近平推动的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就是中共自我革命的具体行动。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强调中共的自我革命呢？台媒自由时报8月6号发表社论指出，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布报告提醒，中共政权突然倒台并非不可能，我们要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经济是中共政权的立足的基石，而中国经济正在衰退，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危机、青年高失业率都是经济寸步难行的因素。再加上中共与美国、欧盟等国家的贸易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能联合的盟友就剩下俄罗斯了，处在孤立无援的窘迫境地，全球影响力迅速下降。说到房地产危机，彭博社8月7号报道，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及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林振宏表示，中国楼市近几年销售表现平平，这一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市场复苏就会比预期来得更晚。林振宏指出，市场需求减弱，延长了房屋销售时间，一线城市房屋库存周转率今年3月已降到了平均14个月，但到6月底又升到了20.7个月。这意味着那些带头房市回暖的一线城市需要更长的时间消耗房产库存，这实际上是一个警告。中国房地产已是回天无力，是明摆着的韭菜地，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哈德逊报告发布的时间点值得注意，恰逢北京政治气氛诡谲的时刻，重重迷雾的包围让人看不清里面发生的事情。社论提及，美国前大使、前国安顾问不久前公开发文，大胆预测习近平已经失势，预测可不可靠，要靠未来验证。不过，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是否还保有权力，开始受到华府政治圈的严肃看待。而习惯直话直说的川普，并未透露出任何口风，川普政府仍以习近平为对手。川习会的想象空间并未消失，美中对等关税谈判也一直没有关上大门。有消息指出，川普政府内的对中鹰派最近气势受到压抑，对中缓和了，施压普京，乌俄停火、以哈停火成为当下的优先议题。先前关于9月3号北京大阅兵，传闻可能邀请川普共享盛举，川普却说，我没有寻求与习近平会面，除非他主动邀请我前往中国。北京的政局之谜，川普会不会是解谜人？一旦中共有变，川普将如何应对呢？这非常的令人好奇。社论认为，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有朝一日搞不好，中国被未曾预期的原因改变了，如同1911年的辛亥革命，星星之火迅速造成了燎原之势，一党专政突如其来的摧枯拉朽，星星之火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四川绵阳江油市最近发生一起校园霸凌事件，消息曝光后让网络舆论炸锅，在当地意外掀起大规模的抗议。8月4号，江油市大批民众走向街头，
齐聚江油市政府，要求官方给个让人信服的交代。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公安、武警现身维安，暴力抓捕抗议群众，甚至还将不少市民抓上了运猪的大货车运走。愤怒的江油人民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知名维权律师陈光诚认为，中国还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到时候可能会形成燎原之势，引起国际关注，并有机会改变共匪政权。中共最怕的事情正在一件件发生，只好再次高喊自我革命，好像叫声越高越响，就越能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循环似的。自我革命，革谁的命？按照习近平的说法，自我革命就是反腐打虎，只要不断打掉中共内部的老虎，刀刃向内，割除腐肉，中共可以跳出历代皇朝兴衰的规律，就不会亡党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中共没能保持新鲜，反而越反越腐。中共反腐部门宣布，2025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人。2024年中共通报的上半年的数据，立案40.5万件，处分33.2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25人。对比去年同期，今年的数据都在增长，处分总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所以，习近平的自我革命不过是扬汤止沸，越反越腐，陷入不断清洗的恶性漩涡。中共军队高层清洗更是让人胆战心惊。外界观察注意到，中共国防部建军98周年招待会出现了极为反常的一幕，现场出席的现役将官不过10人出头，而在去年这一数字接近20人。缺席的将领来自陆军、海军、火箭军和武警部队。从活动的现场视频来看，只能确认空军司令员出席。据中国事务专家王友群的清点，至少9名现役上将缺席招待会。他们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政委张宏兵，海军司令员胡忠明，政委袁华志，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政委秦树同，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政委徐德清。日经报道认为，如果政治工作部的高层官员缺席招待会，这将打破往年的惯例。如果加上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中共军队就有10名现役上将被失踪。加上去年11月落马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今年3月11号被失踪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共被失踪的现役上将达到了12名。网友群认为，中共20大以来，何卫东等一批接一批高级将领被失踪，这是中共政权危机到了接近临爆点的具体表现。此时此刻，中美关税战仍然悬而未决。美国总统川普8月6号表示，他可能宣布对中国征收进一步的关税，类似于早些时候对印度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征收的25%的关税，具体取决于情况的发展。当被问及是否有类似的计划对中国征收更多的关税时，川普回答说可能会发生。川普的意思很明确，他说才过了8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2级制裁。川普指出，印度在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方面与中国非常接近，更多的2级制裁将会宣布，以致使俄罗斯结束其在乌克兰的战争。上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中共，如果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也可能面临新的关税。眼下，中共已经是4面楚歌，对外手中只剩下稀土这张牌，而在美国大力发展稀土产业的背景下，这张牌很快就会作废。在内，社会火山口正在喷发，
一场政治变革风雨就要来临。专门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美国学者唐志学认为，习近平很想成为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权威的人，显然是想要证明自己对中共的生存是有用的。他提出的自我革命，就是想要解决接班问题，解决政权周期性的问题。北京之春8月号登载蒋大公子的文章认为，为什么中南海密信越传越火？传言之所以多，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真相，又特别想知道真相。中共的体制是全世界最封闭的权力系统之一，最高层的事情媒体不报，新闻不说，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了解，你只能靠猜。他去没去某个活动？为什么突然缺席？为什么高层会议没开？为什么军方人事频繁变动？这些问题一个都没人解释，于是大家就开始拼凑、联想、猜测，听风就是雨。当大家都期待着欲来的山雨时，当然就是风满楼了。这些在网络上疯传的消息，背后可能是党内有人借这些听传来试图制造舆论，动摇习近平的威信，试探风向。说得更直接点，这些密信可能就是斗争的一种方式。一个正常社会不需要依靠传言来掌握权力动向，而在中共体制下，大家只能靠揣测、靠八卦、靠听来的消息、靠中南海密文。这是因为在大陆根本没有正常的信息渠道，没有公开的问责机制，更加没有新闻自由。传言本身也许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崩溃，但它反映的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一种信任的缺失，一种不可逆的崩坏感。这说明在黑箱之中，风声就是预警。中共官媒再度高调宣传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对抗的似乎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风声。这是中共的秋天，到了西风扫落叶的时候。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